我要，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小草，小草，小草！哎呀，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呢？这就要上学了，赶紧换衣服，我送你去学校。爸，不用了。什么不用了？你都上初2了，不能跟以前那么懒散了。走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爸，你为什么会得老年痴呆啊？我为什么要嫁给那个恶魔啊？我小草，你说什么呢？爸什么时候得老年痴呆了？你不是才上初中吗？你怎么就嫁人了？其实我，妈，我早餐想吃馄饨，你去帮我买，吃完我就去上学。好好，吃馄饨，吃完馄饨去上学。你快去，快点去。好，买馄饨，买馄饨。馄饨，女人上学要吃馄饨。知道你了吗？我让你不听话啊！我没有。我让你跟别的男人说话我弄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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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让你跟别的男人说话，我让你跟别的男人说话，你说，为什么要跟别的男人说话？为什么不听话？你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这么对我？爸，只要能治好你的病，我就算挨再多打，也心甘情愿。买馄饨，韭菜、虾仁。为什么不听话？为什么要跟别的男人说话？谁家孩子这么不懂事，一大早就被揍？哪像我们家小草，又乖又懂事。买馄饨，小草要吃馄饨，吃完馄饨去上学，10年了，味道都变了，也不知道大叔还在不在云州。唉，老板，结账。12块。咋的啦？老板，我忘带钱了。哼，这年月还谁带现金呢？你手机呢？直接用手机支付就行了。我手机也忘带了，不过你放心啊，马上就会有人来接我，我会让他把钱付给你的。哎，不是，我看着你穿的人模狗样的，连12块钱都掏不出来，还说什么人过来接？你真是上坟烧报纸，你糊弄鬼呢你！别废话啊，赶紧把钱拿出来，否则老子对你不客气。你想怎样？哎，怎样？老子在这条街混了几十年，还没人敢吃霸王餐呢。你要不给钱的话，你就别想走。你干嘛欺负我女儿？女儿？你是他亲爹是吧？哼，你女儿吃东西不给钱，正好你来了，你提了不呢？等等，什么女儿？敢占我便宜？女儿你别怕，爸有钱。那这是麒麟臂。再说，要不是你请我吃馄饨，我一定会饿死的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的。就当是这乱世欠你的一顿饭而已，不值当的。丫头，散会了。大叔手里的好像是麒麟臂，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10年了，大叔，我
于找到你了！这些年我一直暗暗发誓，见到你之后，我一定要嫁给你。大叔，你读书读傻了？我是你爸，是不是嫁给我？你是我女儿。大叔，我是陆青霞。大叔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陆青霞。对啊，当年我差点饿死街头，是你请我吃了一碗馄饨，我才得以活下来啊，大叔。馄饨。馄饨，我是来给小草买馄饨，吃完要上学的。他要迟到了。老板，帮我打包一碗馄饨。打包你大爷！大叔，你哪来的疯老头啊？拿一破游戏币来消遣老子是吧？想吃馄饨是吧？我让你吃，你吃吧你！你吃吧你！你吃吧你！大叔，好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大叔，借我手用一下。喂，白姐，给你1分钟时间，立刻赶到我面前。还没说好。吵个屁啊！董事长有令，去城西7路馄饨铺，1分钟之内必须到，否则我们都别想干了。快！是。有人是吧？我今天让你们见识见识，老子在这条街的分量！大家都过来，这有吃饭时的。谁敢吃饭菜？吃东西不可进，咱们挺猖狂的。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啊！你们现在赶紧离开，我可以当做无事发生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吃霸王菜这么猖狂，弄他！保护董事长。是。属下来迟，请董事长恕罪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霞光国际的董事长也敢冒犯，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！霞光董事长，哎呦，董事长啊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冒犯了你，你原谅我呀！原谅我！白姐，把这些人全部带走，送到执法处依法处置。是，带走。别带我呀！哎，你们别带我呀！大叔，你的大叔，刚刚的人呢？你看见了吗？没有。这是大叔的麒麟臂，还没有带走，快，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找到他。是，大叔。我找了你10年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嫁给你。启禀天王，麒麟臂出事了。武神，你怎么样了？我这就送您回武神殿。不，我身负重伤，想要恢复，只能自封神智，韬光养晦。之后，你送我回我女儿家吧，她会照顾我。待麒麟臂出世之时，就是我归来之日。武神，武神，武神！当年武神一战诛杀8国来敌，护大夏安宁，却因此变得痴傻。3年了，武神。您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恢复？报！禀告天王，麒麟臂出事了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云州探子说，他亲眼看到武神拿出了麒麟臂。麒麟臂出世，就是武神归来之时。传我命令，立刻在云州设下青云宴，广邀天下权贵，随我恭迎武神归来。同时，云州皇家照顾武神有功，特批皇家加入武神殿，登顶云州第1世家。遵命。小草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就是一时冲动，但我打你，也是因为我爱你啊。
谁让你不听我的话？谁让你去跟别的男人说话呢？这个世界上那些很多男人都是变态的，你跟他们说话，他们就会以为你喜欢他们，你知道吗？他只是快递员，他打电话让我取件而已。是你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。快递员怎么了？那个快递员，我老早就看他不对劲，每次送快递的时候，老是鬼鬼祟祟的往家里搁。谁知道他按的是什么心啊？你弄疼我了，这都多少次了？你怎么每次都这样？这次的快递员，上次的外卖员，上次的清洁工，你怎么每次都这么神经过敏？我真的怕了。我那不是在乎你吗？行，咱先不聊这个了。我问你啊，那你爸去哪儿了？他早上说去给我买馄饨，估计过一会儿会回来。你找他干嘛？也不干嘛，就是刚得到消息，武神殿啊，今晚要开青云宴，恭迎传说中的武神回归，而我们皇家更是得到了天王储成的特批，可以加入武神殿。不错，这样一来，我皇家就会跻身云州的第一世家，而你爸这个老疯子，他就会成为我皇家最大的污点。所以什么？我这都听不懂吗？那我们皇家要想不受外人的诟病，就必须抹除掉你爸这个污点。所以，我打算把你爸送到精神病院去了呀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精神病院全是精神病人，他们做事没有分寸的。我爸他只是老年痴呆，你们怎么能这个样子？你自己也说了，你爸已经是老年痴呆了，那和精神病人有什么区别呢？我堂堂皇家大少，要是让别人知道我有个疯子岳父，那我的面子往哪儿搁？就是啊，我们都养了你爸这么多年了，光是医药费就给他花了不少钱了，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，现在让他牺牲一点怎么了？他是我爸，绝对不能这样做的。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呀？给你脸了呀！我送你爸去精神病院，那是为了我们家好。你这么维护他，你们俩关系是不是不纯洁呀？我就说嘛，正常人哪会这么维护自己的疯子爹啊？说，你们是不是有人啊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疯了！你疯了！还不承认是吧？收着，收着！哎呀，打通就好了呀，小心肚子，别把他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。小草买馄饨，吃了馄饨去找去吃。小草，你们放开我女儿！你们放开我女儿！爸，你回来干嘛？你快走啊！你怎么受伤了？疼不疼？你别管我了，你快点走呀！快走！你是哪班的学生？你为什么打我们家小草？你班主任是谁？把你家长叫来！我就是他的家长，是我让我儿子打他的，怎么着？我女儿才上初中，你为什么要打她？让我去你吧！爸，你怎么样了？小草，我们不去上学了，好不好？爸爸不想看见你再被打了。爸，我怀了皇孙的孩子，我走不了。你有宝宝了？你个畜生！我女儿才上初中，她以后还要上大学，你把她搞大肚子，她以后怎么活？我打死你！这老邓，你有完没完？这，
爸，你怎么样了，爸？正好你回来了，我还懒得到处找你呢。听好了，前王楚臣已经特批我皇家加入了武神殿。今晚的青云宴上，我皇家必定是飞黄腾达，而你只会给我丢脸，只会给我皇家丢脸。武神殿，武神，老子现在看到你就觉得恶心。要不是你是我岳父啊，就直接闹死你，闹死你，闹死你！妈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走！武神，我是武神，我是武神，我是徐丹丹。我是徐丹丹。活森，我女儿嫁你3年，你就虐她3年。今天你甚至想杀我，真是罪该万死！老婆，儿子，你给我放你自己！你这个老疯子，居然敢打我！我弄死你！爸，你怎么样了，爸？爸，你还好吗？爸。不要！老公，你忘了吗？咱家之前差点破产，全凭我爸威风之前给咱们100万的嫁妆，你才能东山再起。我求求你，你再当你的情妇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过他吧！我娶你金儿，她给我嫁妆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还有，我这些年为了给她治病，陆续砸了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还有脸跟我提嫁妆？就是。你没听到你爸刚才说什么吗？这个老疯子，他竟然敢称自己是武神，这要是被武圣大人知道了，还是会取消我们皇家入武神殿的资格吧？没错，他已经病入膏肓了，留着迟早是个祸害。我求你了，以后你说什么我就听你什么，我不会让他出去乱说的，我会好好看着他的。我求你了，我求你放他一条生路吧！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小草，爸是武神呐，爸真的是武神。爸，你清醒一点吧。我求求你不要再发疯了，行吗，爸？爸没发疯，爸真的是武神。如果不是为了帮你治病，我怎会忍受毒打3年？我真的累了。你要是没得老年痴呆该多好啊！我是不是给你点给多了啊？你爸都已经疯成这样了，你还替他求情？你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女人，你非要他害死我们才行吗？这个女人就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，只要不伤了我孙子，跟我往死里打他！啊！别伤害我女儿！我跟你拼了！放开我！放开！你个老孙子！干嘛？放开我！放开他！放开我！放开！老孙子，放开我儿子！
祸我国土，伤我国民，我为武神，镇压诸敌。是。你醒醒吧！你醒醒啊！你个没良心的，你老公都被打了，你还护着这个老疯子？哎，就你这么给人当老婆的吗？陈小草，你看看你爸，他不光现在疯了，而且还想打死我，我非弄死他不可！你们都给我住手！你们敢杀我吧，我就杀了你的儿子！你疯了吗你？快别杀了我大孙子！小草，小草，你先把玻璃给放下。老公，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我爸爸！以后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再也不跟陌生人说话了。你放过他吧，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行，我做主了，把他送养老院。养老院可是比精神病院强多了吧？真是下半辈子他呀就在养老院过吧。真的吗？对，一会儿我就把他送养老院去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换身衣服，咱们还得去青云院呢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你要再耽搁，我可就不认账了啊！真是的，等青云院结束了，我再带你去看你爸。走吧。爸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让你活下去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火化，完事儿以后，骨灰都给我扬了。是。哼，我早就看这老疯子不顺眼，因为他多少人在背地里嘲笑大少爷有个疯子岳父，现在他终于要死了。可不是嘛，等今晚青云宴结束，皇家就能加入武神殿，晋升云州第一世家。我们可就跟着一荣俱荣，像这种污点必须清除。时间差不多了，送他上路。怎么回事？我是武神，我是武神。什么情况？我是武神。他不是人，跑！我女儿在哪儿？父，他跟着大少爷去了青云宴。小草，爸都想起来了，是爸的老年痴呆害的，但从今之后，没有人能欺负你。武神，您终于联系我了。您放心，属下正在赶来青云宴的路上，再有2小时，属下便会与天下权贵一起恭迎您的归来。2小时太久了，我限你半个小时之内赶到青云宴，我要为我女儿报仇。什么？喂！我还从未见过武神如此动怒，难道是小草有危险？快，立刻清空前方道路，半小时内
给我赶到青云宴。是。站住！谁呀？这里可是青云宴，神罚人等禁止入内。滚！哎呀，你这老东西这么狂！我们可是皇家的人，你信不信皇上？上！王森，当年我以为你是个好人，不仅把女儿嫁给你，还给你百万家产，祝你皇家东山再起。可没想到你婚后却本性暴露，趁我吃傻，虐了我女儿足足3年。今晚我就要你付出代价。小草，他来了。从此之后，爸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恭喜皇家加入武神殿，荣登云州第一世家！恭喜皇家加入武神殿，荣登云州第一世家！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在武神还没有来之前，我皇家还不算正式加入武神殿。哎，皇上，你这就谦虚了。这武神殿的入殿诏书啊，已经放在台面上了。现在呀，就等着武神啊亲手赐给皇上了。是啊。如果皇家再受到武神的青睐，怕是前途不可限量呢。武神那是何等人物啊！能够远远的看我一眼，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。万万不敢再奢求其他了。皇上谦卑有礼，宠辱不惊，真是我辈之楷模呀！来，我先给皇上敬一个，敬皇上。摆个食人脸给谁看呢？不会笑吗？这位想必就是皇上的老婆吧？对，她呀，第一次来这样的大场面，有点紧张。今天晚上可非同小可，切记不要乱说话，必须维护好我的形象，不然我可不保证你爸在养老院里这有什么遭遇。我知道了。好可怕的气场！难道是武神来了？武神来了！武神来了呀！武神！我等居然有幸瞻仰到武神，我就是死我也愿意啊！武神还没有入场，我就有种蝼蚁面见真龙的颤栗。果然，这就是武神，这就是至尊。爸当年也是如此气势无双，怎么就变老年痴呆了呢？快，随我去一起拜见武神。走。拜见武神！神箭射，这谁呀？不知道啊。陈建设，他怎么在这里啊？他不是已经被火化了吗？怎么可能还活着呢？你不是已经把我爸送到养老院了吗？老公，难道是你把我爸接过来的？我……黄森，你给我死过来！大胆！
你是谁？竟敢在这里大呼小叫的？保安呢？门口不是很多保安吗？怎么让他给混进来了？保安？这门口保安怎么都倒下了？什么？爸，这些人都是你？没错，他们挡了我的路，这就是他们的下场。小草，这么多年，爸让你受委屈了，但是你放心，从今天开始，爸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你。爸，难道你恢复了？怎么可能？没有什么不可能。王森，你趁我痴傻，虐待我女儿整整3年，甚至你还想找人把我活活烧死，新仇旧恨，今天晚上就一笔成算。3年，他居然虐待他老婆3年，还想烧死他岳父。他说什么？皇上居然虐妻啊！他不是皇生的岳父吗？竟然要烧死他！老公，你不是答应要送我爸去养老院吗？为什么他说你要烧死他呢？一派胡言！各位啊，虽然啊，他确实是我的岳父，但是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了呀。平时啊，甚至还以为我跟我老婆在上学呢，已经神志不清了。所以各位，他说的话可千万不能相信啊！哎，老婆，你爸说胡话呢，我怎么可能会要烧死他呢？对对对，这老疯子啊，一定是犯病了。我现在啊，就带他回去吃药去。你赶紧给我走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妈，走你老母！你今天打我！打你一巴掌算是轻的。你们母子2人这么多年虐待我们妇女，甚至在我女儿怀孕的时候，你都怂恿黄森打我女儿。是我以前是有病，但那是以前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允许你们再欺负我们女儿，而且我要让你们母子付出100倍的代价。我要让你们母子付出100倍的代价。不是吧？皇上居然这么出尘，连自己的姥姥都打呀！如果事实真如此，皇家进不了武神殿，天王不会让这种人进武神殿。不行，不能再让他闹下去，否则我皇家就真的进不了武神殿了。爸，虽然你现在病情加重了，在这胡说八道，但我身为你的女婿，绝对也不会抛弃你的呀，我的爸！老公，你说什么呀？爸现在说话明显有所好转，你为什么说他越来越差了呢？老婆，老年痴呆只可能病情逐渐恶化，怎么可能突然间就痊愈了呢？我知道你是在关心咱爸，但是你也不能太天真啊！没错啊，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老年痴呆还能治好的呀！儿媳妇啊，你爸分明这是地入膏肓了呀！没错，老年痴呆症的确是治不好，但你又是怎么知道我得的是老年痴呆症的？啊？爸，你说什么呢？小草，爸有件事情一直瞒着你，在3年前八国来敌，进犯我大夏，爸以一己之力击退八国，庇佑我大夏安宁，但也因此身负重伤，所以才变得痴傻。谁都知道，3年前逼退八国来敌的乃是当今武神啊！那照你这意思，你就是武神了？没错，我陈建设就是武神。哎，我没听错吧？这个老根他说他自己是武神呐，还真是老年痴呆了，不然也不敢说这么大逆不道的话呀。是啊，爸，我以为你恢复正常了，没想到你却越来越严重了。是我不好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。小草，爸没有发疯，爸说的都是实话呀。哎，老婆，你也看到了，咱爸算是真的疯了。不过你也别太担心，等咱们家加入了武神殿之后，我一定请天王，甚至我请武神，给咱爸缓解病情，也算是尽了咱们做子女的一份孝道。不愧是能加入武神殿的人，皇上如此孝顺，还真是感动天呐！没错，皇上义薄云天，我辈楷模啊！好一个孝顺，好一个义薄云天！你们都是睁眼瞎吗？这个人
虐待过我们妇女，他纯粹就是一个变态。岂有此理！你自己发疯我可以不管，你怎么可以污蔑我儿子？就是啊，爸，我对你和小草的好那是有目共睹的呀。不信你和小草。小草，我什么时候虐待过你个爸了呀？你要是敢乱说，你爸的病就别治。还有，你把他赶出去，别让他发疯。爸，你干嘛？小草，我们忍了3年，忍无可忍，就无需再忍。今天晚上，我们就揭开这个变态的真面目。你不用怕，有爸给你撑腰。你不是说你没有虐待过那么女儿身上的伤，你怎么解释？这打的也太狠了，整条胳膊上都是伤痕啊！我家3代从医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这些伤是常年累积，有棍伤、烧伤，甚至是烟头烫伤。怎么这样？天哪，皇上，她可是你老婆，还怀着你的孩子，你竟敢下如此毒手！不，大家不要听他胡说，这些都是什么？难不成你要说我女儿身上的伤都是她自己造成的？算算时间，武神殿的人应该快到。皇上，你如此恶劣的品性，怕是没资格加入武神殿了。各位，你们不觉得现在信一个老疯子讲的话太可笑了吗？什么意思？我老婆身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形成的？我老婆最清楚。来，老婆，你告诉大家，你身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呀？你给我想好了再说。给你脸了！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小草，你尽管说，有爸在。只要说出真相，就能毁了皇家。或许这就是我最好的报仇时机了。我的伤都是我的伤，不是是我，都是我打的，我是畜生，我是变态，小草身上的伤都是我造成的。小草，没关系，你就说是我吧，好吗？我没事的。哦，我看出来了，这是皇上不想让陈小姐亲自揭发这个老疯子。为了维护岳父，皇上竟然将所有过错揽在自己身上，真是家门不幸。王森，你还在演戏？小草，你说实话，你的伤到底是谁造成的？小草，你就说吧。快说是你爸打的，不然的话，我保证那老东西活不过去。你说呀，你说实话。对不起，爸。为了给你治病，为了你能活下去，我的伤都是你干的。说什么？小草，我是你爸呀！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可能打你呀？是不是皇孙威胁你？你不用怕，爸是武人，爸可以帮你。我最后再叫你一次，爸！这些年来，你打我、骂我，揪我的头发一拳一拳的打，把我推下楼梯，朝我的头照你的卡。因为你有病，你疯起来连我都打，我都忍了。因为你是我爸，但是你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污蔑皇孙。他对我们多好啊！你知道吗？小草，你为什么要撒谎啊？爸没有打过你啊，都是这个人渣在伤害你。好，你是我爸，你说是我打的，那就是我打的，我都认了，好吗？但求你，我求你别再折磨小草了，我求你了，爸！儿子呀！
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善良啊？明明都是他的错，你为什么要替他背锅呀？妈，心疼啊！妈，你别说，只要能保护小草不受委屈，他要怎么样我都行。这个老疯子也太过分了，看把人家皇上逼成啥样了呀！谁说不是呢？摊上这样的岳父，皇太真是遭罪。你们都瞎了吗？你们看不出来这两个人在演戏骗你们的？是他一直在伤害我女儿，是他一直在虐待我女儿。人渣！我废了你为我女儿报仇！住手！爸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说了，一定要毁了这个家嘛！小草，你别这么说吧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本事治好爸的病，才让他现在病情加重。没关系，你让他打我吧，只要他能消消气，怎么打我都成。你个畜生，还在演戏！爸，我求你，你别说了。哎呦，家门不幸啊，我们怎么就这么苦啊？皇少一家也太惨了，摊上这么个疯子，怕是以后都没好日子过了。精神病啊，就应该关在精神病院。皇上，你们快点把他关起来吧，别放出来危害社会了。这我怎么忍心啊？毕竟他是我的岳父啊！对，我爸不能去精神病院，不去精神病院，难道就让他在这胡闹下去吗？一梅，你闭嘴！你才是精神病，你全家都是精神病！你们看到了吧？这个疯子，他疯起来，他连自己都骂。其实进不进精神病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今天是青云宴，是皇家加入武神殿的大日子，武神和天王马上就到，不能让这老疯子牵连到皇家。是啊，万要是武神和天王败追下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简单，只要和这老疯子划清界限，武神自然不会迁怒你们。所以皇少、陈小姐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干脆和他断绝关系吧。断绝关系？你敢挑拨我和我女儿的关系，你是活腻了！林老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这个老疯子，他敢打人！陈小姐，皇少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真要等这老疯子害死皇家吗？可是，别说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我的岳父，是小草血浓于水的父亲。他再怎么折磨我们、祸害我们，我都能忍着。老婆，为了你爸，再怎么牺牲我都愿意。如果你实在太难以忍受的，就跟他断绝关系，夫妻一体。你做什么选择，我都尊重你。小草，你别听他的，他一直在装模作样，他一直在逼你。到底是谁在逼谁啊？在场所有人都可以见证啊！小草啊，还是你爸不假，但我也是你妈呀！我真的不想让这个家再鸡飞狗跳了呀！就是妈求你了，小草，快和你爸断绝关系吧！小草，现在是跟你和这个老疯子断绝关系最好的机会。你要是再不跟他断绝关系，我就停掉他的药。小草啊！陈小姐，您就别犹豫了，武神马上就到了。陈小姐，万一这老疯子冲撞武神，必死无疑呀！都给我闭嘴！我是武神，我就是武神，谁敢逼我女儿，我就弄死他！够了！你打我！这都是你逼我的，爸，你不要再闹了。现在能够马上走，不然怎么样？不然的话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妈，我们断绝父女关系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我说我要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小草，
我没疯，我真的没疯，我真的是武神，你为什么不肯相信我呀？为什么？爸，别怪我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远离这。武神殿的人马上就到了，再闹下去，必死无疑啊！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敢走？我走了，谁来保护你啊？好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在座的各位，都给我做个见证，我陈小草此时此刻正是与陈建设断绝父女关系。早就该这样了，像这种老疯子只会捣乱生事，甚至还打人。他呀，根本不会当人的父亲。陈小草，我可以为你见证。也好，那就借此机会一刀两断吧。老婆，我也可以为你见证。陈小姐，任谁摊上这么个疯子爹啊，恐怕早就崩溃了。陈小姐能坚持这么多年，依然是孝顺无双了。我云州周家愿意为她做见证，我见证。陈小姐做出这种选择实属无奈之举，却在情理之中。我云州林家愿为陈小姐见证，还有我云州方家，我云州傅家愿意见证，我云州韩家愿意见证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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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证。今晚过后，你陈建设与我陈小草再无纠缠，恩断义绝。什么？怎么了？禀告天王，武神在青云宴上受辱，小姐更是要当众和武神断绝父女关系。你说什么？小草真是糊涂呀！快，都跟我进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想到啊，我陈建设养女儿养了20多年，最终却换来一句恩断义绝。我只是想保护你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你错在是个疯子，你错在胡言乱语，冒充武神，你错在诬陷我儿子虐待。陈建设，你已经众叛亲离了，还不快滚出去！没错，今晚就是我皇家加入武神殿的重要时刻。马上，天王楚尘还有真正的武神就会驾临青云宴。既然现在你跟我们皇家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这里你就没有资格再待，请出去。我没资格，这个青云宴本来就是为了我而设。你们皇家能够进入武神殿，也是拜我所赐。我能够给你们的，也能收回来。笑话！我们皇家加入武神殿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，看到了吗？啊，入殿诏书都得拿，你凭什么拿回去啊？那就睁大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看看。哎，你拿个破打火机，你吓唬谁呢？我就不信你敢烧！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！你要是烧毁了入殿诏书，不光是天王震怒，就连武神都饶不了你。好，你看我敢不敢？住手！爸，你不要再翻壁了，我求求你快下来吧，爸。小草，我知道你害怕他们皇家，爸今天就用这个诏书来证明爸能保护好你。他居然真的把诏书烧了！陈建设，你竟然真的烧我皇家的入殿诏书，我看你是在找死！武神和天王马上就到，你敢烧诏书，必死无疑！报，楚天王来了！啊，天王到了！天王要到了！天王来了！这下你烧毁了诏书，谁也救不了你！好啊，那我倒要看看，等楚尘来了，他能奈我何？反了！给我打断他的高腿！等天王来了，就让他亲自处置！武神殿天王楚尘觐见武神。
拜见天王。楚城来迟，请武神恕罪。请武神恕罪。楚城来迟，请武神恕罪。请武神恕罪。这武神？天王竟然请武神恕罪？难道武神早已经进场？啊？那陈建设在这里发疯，岂不是让武神都看到了？没事，我们和陈建设已经断绝了关系，武神应该怪罪不到我们头上。对，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在发疯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啊！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你等死吧！好啊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哼，你只死活！你来这的上面干嘛？你快下来吧！我为什么要下去？你清醒，你快下来！你快下来，给我认个错，你认错才多好。想必天王不会和一个精神病人计较的。我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，反倒是黄森他们黄家所有欺负过你的人都要向你认错。我不要谁跟我认错，我只要你活着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往死路生逼呢？在我眼中没有绝路，只要我想，我陈建设足以横压整个云州。女儿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把眉峰、楚城在。楚城在。刚刚是谁在青云宴上作乱？给我滚出来！哎呀，天王息怒啊！只有一个老疯子，闯入宴会发疯啊！老疯子？其实啊，这个老疯子前几天还是我的岳父呢。可是他今晚不仅大闹了青云宴，而且还把您亲赐的入殿诏书给烧毁了。我们这也是迫于无奈。哎，小草。小草，天王，这位呢就是我的老婆陈小草。她今天因为他爸的所作所为啊，已经大义灭亲，跟他爸断绝了关系。所以呢，这个老疯子做的任何事情都跟我们黄家无关呐。对，天王啊，这个老疯子啊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您随意处置，我们啊绝无怨言。天王，其实我爸……小草啊，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把责任推给你爸，要不然我让你爸活不过今晚。啊，天王，小草，好久不见。你是狗阿哥？是我回来了。小草，对不起，我要走了。狗阿哥，你要去哪儿？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那里有吃有住，还有人教我本事。我从小就是孤儿，现在有人看着我，我想去试试。可是你说过我们要永远在一起，长大后还要娶我，我不让你走。小草，给小草，等我，我一定会出人头地，回来娶你的。狗啊哥哥，狗啊哥哥，狗啊哥哥，狗啊哥，真的是你？小草，对不起，我直到今天才能见你。什么情况？天王居然跟皇少的老婆认识啊！这绿帽戴的可就大了，这肯定是一大绿草帽吧？老婆，你跟天王我和小草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。什么？你说你当初要走，原来是去了武神殿，那你为什么会改名叫楚尘了呢？楚尘这个名字是我自己改的，代表了我对武神殿的忠心。请原谅我这20年来没跟你联系，你过得还好吗？天王，我老婆当然过得很好了，而且
还怀了我的孩子呢。孩子？是啊，天王，我儿子和儿媳呀、两个人感情可深了，是吧，小草？是。对个屁！我女儿自从嫁给这个皇森之后，每天都活在被虐待的噩梦之中。小草，你给楚城看看你身上的伤，让他看看这个皇森是什么样的畜生。大胆！天王名讳也是你能直呼的？天王，这人已经神志不清了呀！你小草，你居然伤得这么重，你这些年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？哎，天王，您误会了，其实这些啊都是我岳父打的。我岳父他老年痴呆，那疯邪简直不是人呐！这。儿子，连武神都敢侮辱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武神，武神，他是武神。天王，这滚开！儿子，属下来迟，你武神文朽，罪该万死。六神魔教，罪该万死！六神魔教，罪该万死！怎么会这样？原来他真的是武神呐！原来他就不是什么疯子，疯的是我们呐！竟然对武神不敬！我爸真的是武神。今夜青云宴，真正的主角唯有我武神殿武神，尔等区云州世家，哪来的胆子敢对武神不敬？天王，他只是我的岳父而已，怎么可能突然变成了至高无上的武神呢？对，他3年前就患了老年痴呆，他就是个身份低微的老疯子呀！他若身份低微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武神大人从来没有得过老年痴呆。3年前，武神以一己之力挡住了8国来敌，庇护了大夏安宁，而因此武神也身负重伤，变得痴傻。然而武神大人的伤只有武神大人自己能治，所以他才选择回到了云州，留在女儿身边韬光养晦，休养生息。原来我爸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本以为你们会好好照顾武神，所以才特批你们皇家加入武神殿，登顶云州第1世家。没想到这3年以来，你们一直虐待武神和小草，你们好大的狗胆！没想到我们的入殿诏书真的是拜他所赐啊！没想到啊，这个皇少平日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背地里还是个变态，连自己的老婆和岳父都打，他这也算是罪有应得了。还皇少呢，就是个人渣。且不说武神是不是他岳父，他一个大男人竟然对老人和怀孕的妻子动手，真是禽兽不如！禽兽不如，就是真是个人渣。爸，你真的是武神？女儿，其实爸从来没骗过你，这些年都怪爸没能保护好你，跟着爸让你受委屈了。爸，为何现在只剩下风吹乱我的发，却也埋记的伤疤。这些年我嫁到皇家，每天只能洗衣服做饭，我没有工作，没有自由，也不能和陌生人说话，我活得连狗都不如，我甚至想死，但我只能忍着，不然皇家就会中断对你的治疗，我真的太辛苦了吧！啊！小草，爸都知道，现在爸醒了，以后我不会让他们再欺负你，爸帮你报仇。亲家，其实那都是误会，不是那样的。这一拳，我打你为老不尊，不教子孙。爸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爸！这一拳，我打你畜生不如，假仁假义。这一拳，我打你虐待小草，变态恶心。小草，爸终于为你报仇了。诸位，
今夜之后，我陈建设重回武神之位，掌武神殿辅臣。从此之后，与云州皇家再无瓜葛，恩断义绝，一刀两断，一刀两断。我今天之所以不杀你们，是因为我觉得杀了你们太便宜你们了。你们对我女儿造成的伤害，你们10辈子都还不完。你们造的恶，我要你们100倍偿还。爸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求求你，我以后一直对小草好，你放过我们吧。对呀，亲家呀，小草肚子里怀着我和皇家之重啊，就看在你外亲的份上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爸，我其实……你不用说了。你无论说什么，我都不会放过他们，因为我不想我自己的外孙有一个畜生一样的爹。小草，其实你身边有更为优秀的人。楚晨在。其实这些年你的努力，我一直都看在眼里。你从一个孤儿一步一步崛起，变成武神殿的天王，论能力，论人品，毋庸置疑。假如我今天把小草许配给你，你愿意吗？武神，这怎么？你不愿意？不。属下离开时就向小草许诺，等我回来了，一定娶她。小草，小草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记得，可是我的那枚早在和皇孙大婚的那晚就丢了，对不起。小草。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如果我早点回来，你就不用嫁给皇森，不用遭受那么多非人的折磨。小草，我愿意用我的一生去呵护你，去呵护你肚子里的孩子。小草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天哪，我没看错吧？天王身份如此尊贵，竟然要向一个怀着别人孩子已婚女人求婚。是，如果天王能向我求婚，那我像他那样子被打，我也愿意。可我阿哥，陈小草，你肯？陈小草，你是我老婆，我们还没离婚呢，我绝不允许你嫁给别人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要真当她是你老婆，又怎么忍心打她？你要是真的关心她、爱护她，怎么会在她孕期的时候对她大打出手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们感情很好，我甘愿退出。既然你不珍惜小草，那就由我来给她幸福。我呸！你少在这里装一副当我爱人的样子，我还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吗？你不就是看小草他爸是武神，然后你才说啊什么你要娶她？要不然的话，就这样的破鞋，正常人谁能穿得上？皇森，你少在这里满嘴喷粪！儿子，你别说了，他是武神，我们得罪不起啊！我偏要说，陈小草，你这个贱货，在老子这儿得不到满足，就要去娶别的男人吗？你怎么这么下贱呢？还有你，什么狗脾气！你呀，你也就只配玩老子剩下的。你们这对狗男女，祝你们不得好死！这是岂有此理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到武神殿，我亲自处理。是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老公，你怎么还不来啊？我孩子快被打死了呀！你说什么？我已经到门口了，马上过来！妈，亲家公，我家老黄马上就要来了，你看在我们的面子上，你就放过他们吧，放过我们吧。不过你倒提醒我了，黄霸天这些年他也没少帮你们欺负我们女儿。好啊，只要他敢来，我就让他后悔。动手！住手！我在这儿呢，老公，他把我抓住了。爸，你看他们给我打的呀！谁呀？谁干的？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我打的，你不服？陈建设，你个老疯子，你不在家坐吃等死，跑到这青叶上打我老婆和儿子！这些年他们母子俩虐待我和我女儿，做了那么多恶心的事儿，你心里应该清楚，他们就该打。哟呵，
你脑子恢复了啊？呸！老子管你分不分呀！你在我家的地位连狗都不如，你有什么资格当我老婆儿子？我看你活够了！放！王霸天敢对武神不敬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武神糟了，天王动怒了！这黄霸天一时冲动，竟敢顶撞武神，我看桓家这下没救了。老公，不认识他是谁吗？他可是武神殿的天王楚尘啊！还有这个陈建设，咱们都小看他了，他就是那个万人之上的武神。说什么？他是武神？黄霸天，你少在这里装疯卖傻，还不赶紧过来给武神跪地认错！我跪你老母呀！你们两个狗胆包天的东西，一个冒充天王，一个冒充武神，你们是活腻了吧？冒充的，胆敢污蔑武神，我看你们找死！是啊，老公，得罪武神，得罪武神殿，那咱们真的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我没胡说，这世上有一物能证明武神的身份。那就是世上唯一的一枚麒麟臂。陈建设，你不是说你是武神吗？拿出来给大家看看。就是啊，拿出来。对呀，这麒麟臂是武神的身份象征之物啊！只要你拿出麒麟臂，这真相不就大白了吗？对呀，拿出来。哼！前不久，我正是受到了麒麟臂的指引，才来云州面见武神。武神又怎么会拿不出麒麟臂？还请武神拿出麒麟臂，辨明身份。我。大叔，你的大叔，白天走得急，麒麟臂忘在丫头手里了。麒麟臂呢？你不是武神吗？拿出来！武神，难道麒麟臂不在您身上？当然不在他身上，因为这麒麟臂在我这儿。麒麟臂，怎么可能？麒麟臂，是啊，或者叫麒麟臂，麒麟臂，难道黄教主才是真正的武神？怎么会这样？哎，大家不要误会，我可不是武神。事实上，这枚麒麟臂其实是真正的武神交给我的。啊，难道你已经见过了真正的武神了？当然没有。啊，这是霞光国际董事长的助理亲自交给我的。霞光国际？霞光国际，那不是丫头的公司吗？霞光国际富可敌国，号称大夏第一财团，可其董事长助理，又怎么会有这麒麟臂呢？那是因为真正的武神正是霞光国际的董事长陆青霞呀！什么？陆青霞？陆青霞？没错，陆青霞董事长将麒麟臂交给我时，虽然没说他要干嘛，但是我懂他的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？今晚是我黄家加入武神殿的日子，陆青霞董事长将麒麟臂交给我，就是要昭告天下，我黄家乃武神青年，从此我们黄家登顶云中第一世家。所以啊，麒麟臂是给我们黄家的信物，陆青霞才是真正的武神。什么？我怎么？所以这才是真相，铁证如山。你们这两个骗子，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楚尘哥，你们跟我说实话，你们是不是冒充的呀？废话，我就说嘛，一个老疯子，一个孤儿，怎么突然之间摇身一变就成了天王和武神？我看呀，从一开始你们俩就是一伙的。武神，属下不知陆青霞如何偷到了麒麟臂，属下这就去兴师问罪。不必了。其实这枚麒麟臂就是我给陆青霞的。什么？你给的？哎呀，你说这麒麟臂是你给陆青霞的，我没听错吧？你做什么春秋大梦？呸！我看他根本就没有回复，反而翻得更厉害了。胆敢辱没武神，我看你们找死！你个臭孤儿，少在这里面胡说八道！为了抢走我老婆，竟然不惜联合这个老曾来大闹庆余宴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还有你，陈小草，一口一个狗娃哥，一口一个楚尘哥，叫的挺坏啊你！我告诉你，我一定请真正的武神把这个臭孤儿碎尸万段。所以你们一开始就联合起来骗我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小草，我到底是不是骗人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
陆青霞，董事长，这些是属下为您精心准备的9重至尊嫁妆，万中无一，现在就送去青云宴吗？去吧。我当初发誓非大叔不嫁，这一晃10年过去，才终于和他重逢。在这次青云宴上，我一定要让大叔娶我。喂，大叔，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9重嫁妆，马上让人送去青云宴，你可一定要收下呀！什么嫁妆呀？你在胡闹什么？笑死我！笑话呀，真是。反正我已经决定了，今晚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你娶我。我这个岁数，当你爸都绰绰有余了，你又何必执着于我呢？我不管，反正我就是认定你了嘛。罢了，我问你，那枚麒麟臂你是不是给了黄霸天？对呀，黄霸天和你们不是亲家吗？我想着你们是一家人，我就把麒麟臂给他了。怎么样？他给你了吗？他还给我个屁呀！他现在拿着这枚麒麟臂在这里耀武扬威呢。什么？喂，董事长怎么了？快，立刻背证据我们不青云宴！我好像做错事惹大叔不高兴了，我得赶紧去哄一哄他。是。无声，怎么样？一切都是误会，黄霸天，陆青霞把麒麟臂给了你，是想让你把它交给我。你现在把陆青霞当成是武神，还能有你这么蠢的吗？陈建设呀，陈建设，你自己分就够了，还把大家都当傻子吗？拿个破手机装模作样，就想让我相信你给陆青霞打电话。就是陆青霞是何许人也？就凭你，也有资格和他对话。最可笑的就是他说什么嫁妆，哎呦，那怎么着？陆青霞还想嫁给你呀？哎呀，笑死人了！你还真说对了，这陆青霞呀，还真是想嫁给我。不光是想嫁给我，她还带了9重嫁妆，现在就在来的路上。看时间的话，应该快到了。爸，你别说了，你的病怎么越来越严重了呀？你赶紧去接受治疗，真的不能再拖了。小桃，爸没有说胡话。10年前，陆青霞流落街头，差一点饿死，是我救了她一命，她才得以活下来。之后，她寻我10年，还发誓非我不嫁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等她来了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就此，陆青霞身为武神，而你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辱没她，现在更是造谣说什么她要嫁给你，你简直是在找死！没错，依我看呐，武神现在还没有出现，肯定是给这个老疯子给气的。陈建设，你犯下众怒，今晚留你不得。来人，速速将他拿下，连夜给我送到精神病院。霞光国际携9重嫁妆到。嫁妆，9重嫁妆，9重嫁妆，9重嫁妆。初起纪念款鳄鱼皮皮鞋一双，24K 纯金百达陪你手表一枚，巡航者号私人游艇一艘，明代青碧玉镶金玉扳指一枚，7星级国际酒店一栋，迈巴赫 S680 普尔曼加长版饮料，汤臣7品百亩大别墅3套，湾流 M700 私人飞机一架，十全壮阳大补酒一坛，至尊9重嫁妆已到，霞光国际陆青霞求嫁。天哪，这陈建设真被他说中了呀！这陆青霞真的送来了9重嫁妆，这些嫁妆每一件都是精品中的精品，价值连城。难道他真是来向他求婚的？陈先生，这些是我们陆董事长送给您的嫁妆，代表他对您浓浓的爱意，请您收下。爸，小草，爸没骗你吧？这些都是证据。不可能！陆董事长身为武神，更是霞光国际的董事长，怎么可能向他一个老疯子求婚呢？大家看，这酒瓶的瓶身光溜溜的，连个标签都没有啊！这一看就是3无产品嘛！你还有脸说这是十全壮阳大补酒？对呀，我一看这些东西啊，就是从地上捡的什么死蟑螂啊、蝗虫啊，还壮阳，我看是阳痿吧！老疯子，一把年纪了还玩这一出，我看呐，这是年纪越大脸皮越厚。至于其他这些东西，更是一眼假的地摊货，还敢冒充武神的价值，我现在就给你拆了！大胆！
你居然敢砸我们陆董事长的嫁妆，不要命了！你们都是精神病院里出来的吗？知道打着陆青霞的名号招摇撞骗是什么后果吗？如果你们能悬崖勒马，我还能保你们回头是岸。你们陆董事长马上就到，他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好啊，既然你们执迷不悟，那我定要让你们空海无边。各位，此人不仅冒充武神，而且还请演员演戏，玷污武神的名声。我黄霸天第一个不答应。李烨，我以皇家家主的身份号召诸位全赵云州，断其生路，以儆效尤。爸，我知道你想替我讨回公道，但是真的不能再演了，收手吧。小草，你放心，用不了多久，这些人就会哭着跪在我面前求我原谅他们。没错，小草，我可以保证，你爸就是武神。你岂有此理！到现在了，他还在死鸭子嘴硬。我云州周家愿与皇家一起断其生路。老疯子，能让我们云州各路权贵共同讨伐，你死而无憾了。我云州林家愿断其生路，我云州方家愿断其生路，我云州傅家愿断其生路，我们云州南家愿断其生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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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断其生路。一群蝼蚁也妄想断武神生路，哼，找死！哎，无妨，让他们接着耍猴，这场戏我还没看够。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来人，抬云州必死钟！必死钟。云州必死钟，钟声一旦敲响，就表示又出现了一个云州公敌。云州成百上千的世家权贵会派出精锐，海陆空三方围剿，丧钟一旦鸣者，将必死无疑啊！爸，没错，云州必死钟已经50年没有敲响了。陈建设，如今丧钟为你而鸣，也是你的荣幸啊！必死钟，好一个必死钟！武神当年以一己之力对抗8国来敌，连眉头都不曾皱一下。你区区一个云州世家，就想让武神必死，未免也太痴心妄想了。放肆！就凭你个骗子，也敢挑衅我等云州世家？臭姑啊，还在嘴硬？那你就和这个老邓一起去死吧！好啊，那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让我死。陈建设，我本不想与你一个疯子计较，但你执意寻死的话，就怪不得我了。哼！陈小草，你爸大闹青云宴，如果你不想受到牵连的话，就由你亲自敲钟，大义灭亲。黄霸天，你有什么资格逼我女儿大义灭亲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少废话！陈小草，我爸是看你肚子里怀了我的种，所以才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劝你啊，不要不识好歹，赶紧敲钟，把你爸还有那个孤儿一起给灭了。陈小草，只要你敲响必死钟，大义灭亲，我保你母子平安。黄霸天，我女儿和我外孙的平安还用得着你来保？而且你们黄家，还有你们这些云州世家，我看今天晚上谁能保你们？陈建设，你竟敢打我老公，反了你了！爸，你为什么这么冲动啊？你这样下手，事态就没法回转了。小草，并非是武神冲动，而是他们欺人太甚。你们，诸位，你们都看到了，这老疯子不仅不知悔改，而且还变本加厉，居然公然打我爸，这简直就是对各位不敬，对武神不敬啊！今夜我等云州权贵齐聚，居然让这个老疯子大闹青云宴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？陈小草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为什么还不敲钟？你想跟你爸一块死吗？大家伙都等着你呢，赶紧敲啊！听到没？敲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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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敲小草，
难道你真的要乔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只要你大义灭亲，就还是我黄爸的好儿媳呀！乔啊，乔啊！都是你们逼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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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们逼我的，都是你们逼我的，都是你们逼我的，都是你们逼我的。陈小桃，你疯了！陈小桃，我皇家给你机会你不要，你非要护着你爸，陪他一起死是吧？他是我爸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呢？这些年来，我什么都忍了，打我我忍了，骂我我忍了，你们说要把我爸送到养老院关起来，我也忍了。那是因为我没有，我依靠你们皇家，我没办法给我爸治病。可是你们为什么非要赶尽杀绝？为什么要他死呢？你们自诩高高在上，却连一个患病的老人都容不下，你们还是人吗？你大胆！好你个陈小草，你只是皇家的儿媳妇，敢忤逆我们！果然是那老疯子的种，浑身散发着地狱的恶臭啊！陈小草，你是我老婆，我让你干嘛你就得干嘛，敢造反，我打死你！滚蛋！当着我的面还想打我女儿，你疯了！啊！放开我儿子！老疯子，快放开！你想死吗？放开他是吧？好啊！儿子！他用这只手打我女儿，我就废了他这只手，让他长长记性。爸，好痛！你一定要给我报仇啊！你现在知道痛了，那这么多年你打了我女儿多少次？她痛的时候你们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只是开始，你对我女儿造成的伤害，我以后100倍、1000倍的奉还给你。够了！陈先生，小草，你们这对狗妇女，我饶不了你们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动不动难杀！什么？就你们还想动小草与武神？你们还不够格！我说你怎么这么猖狂啊？原来还是个练家子啊！今夜云州权贵齐聚，仅凭你一个，还想对抗我们所有人吗？你们都别动！否则我就和我肚子里的孩子同归于尽！不要了！不要伤害我的大孙子！爸，哲哥，你们快走，我来拖住他们，快走！小草，你先把手里东西放下，别伤着自己。快走啊！别管我！陈小桃，为了这个臭孤儿，居然能做到这个程度，简直就是个贱人！别以为这样就能跑了，真正的武神陆七侠马上就到了，你们哪也跑不掉。得罪了武神，就算到天涯海角，你们还是得死。谁说我要逃了？今天晚上不灭了你们，我哪也不去！简直狂到没边了！大家一起上，灭了他！一起上，灭了他！霞光国际董事长陆青霞道。你们想干什么呢？勾引陆董事长驾临！勾引陆董事长驾临！陆董事长，你终于来了！你谁呀？哦，我是云州皇家的家主黄霸天。前不久你才让人给我送了这个麒麟臂呀，那就是这小姐给的。你是黄霸天？没错，现在麒麟臂物归原主。至于这个老疯子当众冒充武神，如此大逆不道，我们正要把他拿下，给您一个交代呢。你说他冒充武神？对呀，
她不但冒充武神，而且还在这青云院上肆意妄为，还公然说你要嫁给他，如此狂徒，我们断然不能容他。陈剑士，你不是狂吗？现在武神来了，你大祸临头了你！好啊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岂有此理！陆董事长，你稍后片刻，我们这就将他拿下，交由您亲自处理。陈小草，你在干嘛？我亲自解释清楚，无论如何，我不能让我爸死在这里啊！给你爸求情？我看啊，你是想给那个孤儿求情吧？陈小草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对你难道还不够好吗？你非要给我戴这个帽子吗？撒开你的狗爪！你干什么打我呀？敢对我男人不敬，我看你是找死！敢对我男人不敬，我看你是找死！什么？你是家的男人？他是你男人？是啊，董事长，他呀就是一个老疯子，他怎么可能是您的男人啊？谁告诉你他是疯子啊？你疯都轮不到他疯。可您到这里来，不就是追究他冒充武神吗？他怎么成你男人了？你可是武神啊！大叔才是真正的武神，你说他自己冒充自己吗？你说什么？陈剑士真的是武神？他是武神？他真的是武神？那我刚刚对他做了什么？这一定是假的。如果他是武神，那为什么您要将麒麟臂交给黄家族啊？我把麒麟臂给他是想着他们是一家人，想让他还给大叔。谁知道他竟然认错武神，简直是人头猪脑！这才是真相呀！大叔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怪我自作主张，害你被这群蠢货羞辱。无妨，天若令其灭亡，必先令其张狂，先让他们狂一会儿，这样等他们知道真相的时候，会更加绝望。不行，既然都是我的错，那我就得受罚。不如这样，就罚我嫁给你，好不好嘛？你没有看错吧？这大夏的商界女王竟然主动请假！你还有心思关心这个？他可是武神啊！这是刚才得罪了武神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可是武神啊！武神单身多年，看来终于遇到一段良缘了。丫头啊，我这个年纪都能当你爸爸了，你说你何苦？哎，总之，咱们两个之间不可能的。怎么不可能？只要有爱，年龄根本就不是问题。你看，我还送来了这么多嫁妆，我还专门穿上了婚纱，就是想要在这青云宴上向你求婚。你就是大叔的女儿吧？不知道你介不介意再多一个后妈？你放心啊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，绝对比皇家那些人对你好10000倍。我等会儿，咱们的事儿以后再说。不过现在跟他们的账是要算一算了。我看今晚还有谁对大叔不敬，统统给我站出来！刚才是哪些指点江山、嚣张跋扈的人，现在怎么哑巴了？怎么没人敢主动承认吗？好啊，那就由我来点名。黄三，给老子死过来！黄三，给老子死过来！哎呦，武神大人啊，我们都是被猪油蒙了心啊！我儿子他不是故意冒犯您的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他吧，求您了，求您了，求您了呀！武神大人，妈，你给我住口！儿子，你说什么呀？儿子，你是不是吓傻了呀？他可是真正的武神啊！都给我闭嘴！陈剑士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他们只不过都是你找的演员而已。什么演员？演员？黄三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自欺欺人，你不觉得可悲吗？放弃！我试问在座的各位，有谁见过真正的陆青霞吗？没见过。没见过，确实没见过，没见过。那又有谁能够证明她就是那个大夏的商界女王？
陆青霞是霞光国际的董事长，这种大人物，我等自然是没有资格接触啊。既然根本就没有人认识他，那这个陆青霞肯定是陈建设找来的演员吧？哦，够了，我不想再跟你纠缠下去。事到如今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这场闹剧应该结束了。等等，大叔，既然他们不相信我，那我就证明给他看，顺便我还要送你一份礼物。礼物？没错，我决定将霞光国际送给你。什么？没错，我决定将霞光国际送给你。什么？丫头，你这是又闹哪一出啊？事实上呢，用送这个词其实并不恰当。在很早之前，霞光国际的真正掌权人其实就是你了。大叔，当年我流落街头的时候，是你请我吃了一碗馄饨，我才得以活了下来。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，我非你不嫁。之后我就决定将霞光国际的董事长换成了你。你这是又是何必呢？大叔，既然我的人都是你的了，区霞光国际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笑话！如果他真的是霞光国际的董事长，有本事拿出证明啊！没错，用嘴谁不会说呀？我还说我自己是武神嘛，那谁信啊？真是。想要证明是吧？那我就让你看看我们霞光国际的实力。白洁，是。开启全球富豪榜。我看看那是什么？全球富豪排行榜？没错，我会以这个榜单昭告天下，真正的首富归来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陈建设。怎么回事啊？负12块，我们还倒欠钱呢。全球富豪榜排名70亿，这不纯纯的穷波一吗？还首富呢，负债12元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我还当有多狠呢，原来结果就这不是首富，而是首富啊！大叔，你怎么还进钱了？不是你忘了，今天上午买馄饨没给人钱。你不是武神吗？你身上的资产不止这一点吧？武神退隐后就与武神殿断了联系，我本来是打算等青云宴结束以后，就将武神的资产一一转回他的名下。少在这吹牛了，没钱就是没钱，还说什么资产？都拿我们当傻子了是不是？就是呀，你几斤几两，我们能不知道吗？真是的，还什么狗屁的陆青霞呀，说不定啊也是一个冒牌货啊！哈哈，我是冒牌，睁大你们的狗眼看好了。陈建设的排名在动哎！我的天哪，资产300亿，还在疯涨，还在疯涨啊！1800亿，这都进入全球前100了，怎么会涨这么快呀？500亿，爸，你的位置都已经到全球前10了。不对，是10万亿，爸，你都已经变成全球首富了。这下你们还有谁不服吗？他真登顶全球首富了！怎么说？他真的是陆青霞，这个陈建设，他真的是武神殿的武神呀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为皇家倾注一切，金银百身啊！我本以为通过这个青云宴，我们就可以一朝吞了，可现在都没了。你真的是武神？爸从来没骗过你。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神。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武神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您饶了我吧，和周家没关系啊，武神。武神，我愿献出我的全部家产，求您恕罪，求您高抬贵手啊！武神，求您高抬贵手啊！高抬贵手！
不过区区一州权贵，竟然想跟大叔作对，简直是找死！哎呀，亲家呀，之前是我的错，是我有眼无珠冒犯了你啊！看到我们徐家人，就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！你现在想起来我们是一家人了？当年你欺我辱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来我们是一家人？小草，你肚子里还怀着我们黄家的种呢，你帮帮我们，帮帮我们吧！小草，我是孩子的爸爸，孩子不能没有爸爸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哎呀！你不配做我孩子的爸爸！我就是孩子的爸爸！小草，你在胡说什么？难道你怀的是他的孩子？什么？你少胡说八道！我和小草已经20年没有见了，他怎么可能怀我的孩子？你以为你这么说，我就会相信你吗？我对小草那么好，我为了保护她，不让她跟任何男人说话，不让她出门，结果她还是对我不冷不热的，我就感觉不对劲。原来你们早就混在一起了。我不介意啊，小草，我不介意。小草，现在你是武神的女儿，那我就是武神的女婿。就算你怀的是别人的孩子，我也可以接盘，我甚至愿意跟孩子的姓，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求你原谅我啊，老婆，求你原谅我啊，求你原谅我啊！哎呦儿呀，你别磕了呀！没关系的，只要小草能够原谅我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求求你了，小草！够了！我实话实说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怀孕。什么？小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之前你天天打我，我就谎称自己怀了孕，没想到还是动不动就打我。像你这样的禽兽，根本就不配让我给你生孩子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老婆，你在说谎对不对？你是为了报复我才这么说的对不对啊，老婆？黄森，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就跟你离婚。你黄森和你们黄家从今往后与我再无关系。怎么会这样啊，我的大孙子呀！你这个混蛋呀！都怪你动不动打老婆，才害我们家沦落到这种地步。还有你这个败家娘们，把子惯成这个样子，不然我现在和武神都是一家人啊！哎呦，自作孽不可活！来人啊，将他们带下去。是。别！小草！救命啊！小草，我们回家。大叔，我们回家。一起走。有请新郎新娘入场。恭喜武神和董事长喜结连理，祝百年好合！祝百年好合！感谢大家。大叔，我终于能嫁给你了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当然不是，你对我的心意我都清楚，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。大叔有请下一对新郎新娘入场。哇，听完这些好帅！但是陈小姐很漂亮啊，不愧是武神的女儿。她和陆董事长就是今晚最闪耀的明珠。爸，妈，叫你呢。哎，我的乖女儿。你傻笑什么呀？叫人呢。哦，爸，哎，妈。好孩子，你的品行我知道，文人稳重，值得托付。以后小草就交给你照顾了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呵护小草。好，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们小两口。什么礼物呀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正式隐退，武神交由楚尘来送。武神，爸，这拿着。武神殿也交给你们了。拜见武神！拜见武神！